年了，要50万的彩礼是吧？对。给还是不给？哎，真想给，是真给不了，真没有钱。为什么想要那么多呀？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马上要结婚了嘛，我觉得我想要的这个彩礼，我觉得是对我个人的一个保障。什么保障？爱不是最大的保障吗？这50万是个什么保障呢？因为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结这一次婚，而且我也想看看他的态度。主持人，我觉得这个婚姻是2个人的事儿，就是结婚这个，我给你一个幸福圆满的一个婚礼，一个家庭。但是也许开始吧，我给不上你这些，但是我相信我自己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，以后会给你更好的生活。不仅仅是这50万，也许以后会更多。是，想过吗？这些问题我都想过，但是我现在就想要一个保障。我觉得这个彩礼，婚前我提的要求，我觉得他要是不能尽力满足我的话，那是不是我在他心里就不重要？我是一个普通家庭，你说怎么去拿出这50万？我不可能说因为咱们俩的幸福，我去让我父母、让老人去卖房子卖地吧。在结婚前夕，女友提出需要50万的彩礼，这让小霍感到十分为难。2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搞笑的沉浸式双簧表演，调解员在一旁看得忍不住笑出声。然而，当女友接下来所说的话被提起时，围观的人可能不由自主地想要冲上屏幕，给他一个大鼻兜子。整个场面既戏剧化又充满幽默，令人捧腹大笑。这一切都为接下来的发展留下了悬念。除了50万，还有别的要求吗？我们两个之间问题确实很多，我们马上结婚了，然后他买了一套房子，是我们的婚房，有贷款，贷款也达到了50多万。我说你看能不能在结婚之前，我们把这个贷款还清了，因为涉及到以后吧，2个人之间压力也很大，但是他也接受不了。我刚买了一套房子，首付就花了20-30万，然后我再去把剩下的贷款全还上。我靠什么去还呢？我怎么去还呢？再说咱们2个人过日子，一步一步来呗，谁还没有个过程呢？我是这么想的，那婚前我是想把这个贷款还完，还完之后，因为我们结婚以后也会有孩子，然后你现在工作也不是很稳定，每个月收入也不稳定，如果有1个月你这个贷款要是还不上了，是不是就得我来还？那我们2个人彼此的压力是不是就很大？我不想以后过日子的时候2个人弄的压力太大。哎，姑娘，我特好奇啊，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我就好奇的问一下，为什么不能找一个就是给我50万，曹老师给我50万娶我，曹老师没问题，50万啪拍出来了。您啊，您算了吧，您算了吧。啊，然后说这房子，说我就要一个房子，这个房子是没贷款的，您找这么一步就完了吗？这人也会爱你啊，不一定人家就不爱你，对不对？你干嘛非要跟他身上就这么较着这个劲呢？找别人爱不爱我都是不在意，主要我不也得是喜欢吗？你喜欢他，我们2个肯定也是有感情的呀。那就一起奔日子呗。奔日子，我只是想在婚前把这些问题都解决，让以后2个人的压力都小一点。能解决吗？我随便说啊，我随便说。所以这房子这事儿，你觉得也完不成，是吧？对呀，因为我认为你说他总考虑说，万一我哪个月还不上，就算是即使有1个月我真的是难到那块了，那你履行一下这个义务不就完事了吗？小张是当天的焦点人物，和男友刘先生交往已经2年，正准备走入婚姻的殿堂。他坚持要求50万的彩礼，认为这不仅是他结婚的基本保障，也是想要测试男友的态度。与此同时，刘先生则有不同的看法。他认为婚姻是2个人共同的事情，举办一个圆满的婚礼便足够了，不觉得有必要再额外提出这样要求。刘先生提到，虽然目前他们的积蓄不算丰厚，但未来的生活是充满变数的。他希望小张能具备长远的眼光，不要仅仅关注眼前的物质。然而，小张对此坚决拒绝，直言如果刘先生不愿意支付彩礼，那就说明他对他没有真正的爱。他的立场丝毫没有动摇。刘先生试图解释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，表示他不想让父母因为婚礼而承受过大的负担，例如这样会显得不孝。旁边的主持人对此感到很不满意，开始对小张的立场提出质疑。2人的意见碰撞，一时间气氛也变得微妙起来。姑娘，你知道就是你这种霸道的自信是来自哪儿吗？
来自于你觉得他配不上你。当一个女人在婚前大言不惭、漫天要价的开彩礼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些男孩就是这个女人根本不爱你。因为如果一个爱你的女人，她会非常非常的小心翼翼的去考虑男方的家庭是什么样的。那我开出这个彩礼的价钱，对他们家来说是不是有负担？我会不会让我的男朋友为难？一个爱你的女人，她会考虑很多很多的，她不会不管你的死活。我不管你怎么凑钱，你反正这钱你得给我，这房贷我不管你怎么弄，反正必须得还，而且还完了你还得写上我名字。因为爱你的女人，她会心疼你。你在她的身上能看到心疼吗？你在她的身上只是看到了各种各样无理的要求，各种各样无端的作闹。就是他要的，你永远欲壑难填。就算你给了他一支玫瑰花，他会觉得别人收的是一束，凭什么我只有一支？就算你在他生病的时候及时赶到了他的床前陪伴他，他会责怪你为什么来的时候没有给我带上一碗粥。就是因为在他的角度，他永远都考虑的是我要出各种各样的难题来为难你，以示你对我的忠心，以示你对我的忠诚，以示你就是配不上我，必须要这样伺候我。所以我觉得女生提出种种的要求，就是在设置一道又一道的门槛，这个门槛告诉他你高攀不起，就这样。小张最近在接受主持人的采访时被问到，除了50万的彩礼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的要求？他坦言自己对未来的婚姻充满了种种顾虑，主要是因为对男友的经济状况感到不安。目前，男方并没有能力购置婚房，甚至还背负着超过50万的银行贷款，这让小张心中产生了不小的压力。他担心在婚后收入不足，将导致自己不得不承担巨大的房贷负担。男友刘先生提到，他来自农村家庭，至今已在首付上花费了30多万，但如今连偿还贷款都有困难。小张对此并不满意，认为结婚需要更可靠的经济支持。主持人则建议小张去考虑那些能提供房子且没有贷款的人，而不是在现状不理想的情况下继续执着。尽管如此，小张也强调，就算有钱，最终还是希望能够与自己真正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因为金钱并不能决定一切。面对小张的态度，男友立刻反驳，表示两人应该共同承担责任，自己一个月的收入不足并不重要，女方也有责任来分担这些压力。听到这样的话，小张心中不免感到不快，他决定换个方式，继续表达自己对婚姻的忧虑与不满。好，谢谢尚达老师。我觉得就听他们俩这个很极致，就特别多的感触。我相信这个姑娘的想法不代表这个姑娘本人，周边的很多小闺蜜也是这样的吧，对吧？对，小姐妹也是这样的，对吧？你现在的很多遭遇，你身边的很多那个好哥们儿也是这样的吧，对吧？就只要一谈恋爱，现在你看几个必要条件吧，男方的钱要上交给女方，对吧？男方要照顾女方的情绪价值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最后就是一旦进入谈婚论嫁阶段的时候，彩礼是个绕不过去的坎儿。本来结婚是多喜庆的事儿，为啥现在就这样全倒在这儿了？你们想过吗？现在有很多女生在婚恋当中老犯这个错误。你们总认为一段感情可以改变命运，现在好多年轻的女孩是把婚姻当成改命石的。我结了婚了，你看我有了50万了，50万能改变你的命运吗？我有了一套没有贷款的房子了，没有贷款的房子真的就安全吗？恋爱的本质不是人吗？婚姻的本质不是契合吗？你们把这个本身都忘了，那能幸福吗？肯定不幸福啊！小张对此感到相当困惑，她的男友刘先生似乎在大方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，然而小张认为这种行为是不可持续的，最终可能会造成困扰。刘先生则持有不同的观点，
他坚信外出吃喝的时候需要保持面子，因此他总是将账单记录在移动支付宝上，这引发了在场众人的哄笑，甚至主持人也开始质疑刘先生的做法，认为他的行为是否真的是为了维护面子，而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。此外，小张提到，虽然喝酒吃饭本身并不在乎，但他心里不明白男友为何要他陪同一起消费。刘先生在这个时候也坦诚自己遇到了一些财务困难，他甚至表示自己兜里连10块钱都没有，买烟的时候还得经过许可。这个时候，主持人立刻插话，提醒大家将吸烟视为健康问题，建议刘先生如果能戒烟，会对他减少很多烦恼。随后，场上的气氛引导大家开始探讨，像这样的男友是否值得拥有。毕竟在感情中，金钱与沟通都显得尤为重要，单纯的大方并不能替代对彼此需求的理解。大家都在思考，面对这种性格和金钱观的男友，是不是需要重新审视这段感情的价值？围绕这个话题，众人各抒己见，讨论的氛围变得热烈。小张心中其实有很多疑虑，他希望这样的对话能够促使他与刘先生更深入的沟通，同时也让大家反思，情感的建立应该基于彼此的理解与支持，而不仅仅是在饮食上显得大方。他是什么样的人呢？跟朋友出去吃饭，吃10次饭，他能花9次的钱。然后呢，天天出去跟朋友吃饭喝酒，每天都是12点多以后，我们2个能回家。问题是，你喝就喝，吃就吃，天天买单不说，还得带着我。那不因为带着你有面儿吗？再一个，我不带你谁买单呢？我也没有钱呢，我挣的钱不都给你了吗？我还以为说，哎，我带着你不是应该放心吗？原来你没钱是吧？主持人，我不怕大家笑啊，我微信里10块钱都没有，就买一盒烟钱都得说买盒烟。我说媳妇儿，我说那个我要去买烟，我说你给我转点账，10块、15、20。买完烟根本你都不想买矿泉水了，都这样，你说我不带着他，我怎么办？吸烟有害健康，戒了，这苦恼不就没了吗？对吧？小张有着较强的理财意识，积极的管理和规划自己的资金。他对男友的花钱方式感到不满，认为这样的消费习惯可能会导致未来的经济困境。他心里其实很担忧，觉得如果不改变这种行为，将来可能会面临财务窘迫，这让他感到困惑和焦虑。而她的男友刘先生对此显得比较轻松，他的金钱观念相对随意，对于花钱并不太在乎。他认为快乐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，觉得钱本身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。小张对此并不认同，开始对男友的消费行为提出质疑，要求他对这样的态度做出解释。两人因此展开了一场关于金钱与幸福的讨论，各自表达不同的观点和感受。小张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，既能保证自己的经济状况，又不想完全抑制生活的乐趣。而刘先生则试图强调生活中的享受和体验。因为你花钱大手大脚嘛，那你说跟朋友出去吃饭，吃喝玩乐，10次吃饭，你得9次都是你买单。你说我本来我就是一个愿意理财的人，你说你天天这么花钱，一点都不计划，那你说以后日子怎么过呀？那你说你应该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本来我就非常大方，尤其跟朋友这方面，我就没有在乎过这个谁吃饭，关于谁给钱呀。我认为说，只要大家一起乐呵，尤其是自己的好朋友。你说一个男人谁在外边还没有几个朋友呢？没有社交呢？你觉得你对你的朋友你大方，你觉得这不是大手大脚的给他们乱花钱，对吧？小张的朋友正处于经济困境，只能偿还10元，剩下的20元却毫无还款的希望。这笔借款让小张和朋友的关系变得紧张，以至于最终破裂，心里感到既失落又无奈，仿佛人财两空。与此同时，她的男友对这笔借款的决定也表现出不满，认为小张是在自找麻烦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男友对小张的讨论显得越来越懈怠，对她的做法不仅频频抱怨，甚至批评她的选择。这场借钱的行为不仅对朋友造成了影响，也让小张的感情生活蒙上一层阴影。两人的互动逐渐被指责和不满包围，
形势愈发严峻。那我想问问你，我借给我朋友3000块钱，之前是因为我朋友吧家里有急事儿，老人生病了，他说的小玉能不能借我3000块钱？我这真是难到这儿了。我说行，那我借你吧。我朋友说行，我1个月以后就还你。结果1个月以后吧，他就还了我1000。我当时就想，那肯定是他为难了，我也不想说那难为人家，我就没要这个钱。但是这个钱呢，现在还差我2000，欠我1年了。我最近吧，我就天天跟他念叨这个事儿，我说这怎么还不还我钱呢？我说就再难这1年，是不是这2000块钱也应该还我了啊？是。结果你猜他跟我说什么？你活该。那你说你不活该吗？那眼瞅着都还不上了，有机会还。他们在一起上班，开支的时候还开到他那块儿，我说你就直接扣出来吧，那都明显都已经是不想还钱了。再说你借钱跟我花钱请人吃饭，这是两码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是属人际关系，你这是什么？借钱就是借钱，那借钱我朝你要没毛病啊。然后你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给我朋友打电话。你说吧，你是怎么打的？我是打电话，我说那个你欠钱是不是得还了？那你正常要钱，那我没毛病吧？那我认为你看你不好意思要，然后你的朋友那只能是我要了，就相当于说我朋友如果说欠我钱，那你也可以要啊，因为那你看以后咱们要是两口子了，那就是互相配合呗，把自己钱也得往回收一收啊，对不对？执行力很强。我始终觉得他现在他没这个钱还我，他肯定也是难。而且你说我这钱都借出去了，结果你现在是钱没要回来，打了个电话，我俩也彻底掰了，不联系了。现在是钱没了，朋友也没了。张先生满怀热情地想要为他的好友介绍对象，虽然他自己已经有了妻子，然而在这个过程中，张先生却开始了不必要的攀比，最终导致他的朋友收获了幸福美满的婚姻，而自己则陷入了感情危机。与此同时，主持人对此事感到不太愉快，努力为张先生辩解，希望能强调事情的另一面。小张的处境实在让人尴尬，因为他的朋友刘先生经济拮据，甚至连5块钱都没有，无法享受浪漫的约会。这本来是源于张先生好心的举动，却意外引发了无谓的比较和竞争，让局面变得复杂。本意只是想帮助朋友，却让自己的生活陷入困扰。此时的张先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，似乎真正的幸福并不在于物质的拥有，而在于彼此间的理解与支持。主持人呢，就何况是这点事儿啊！我这个人嘛，就是比较爱热闹，尤其是好朋友了，或者是你看我都幸福了，我也想给别人带来点幸福。比如说他身边的女朋友，我身边的男朋友，我说张罗，对，张罗撮合一下。没想到人家幸福了，我俩的噩梦就开始了。哎呦我的妈！那是噩梦吗？七夕情人节过节的时候，人家你的朋友送给我女朋友一束玫瑰花，我当时跟你说啥了？我说妈，真浪漫。我说我这处2年了，我这一个花骨朵我都没收着。我就觉得两个人在一起，只要两个人开开心心在一起，每天都是情人节。微信里面就5块钱，都不到，我到哪儿买玫瑰花？1朵也行。我刚买完烟，没钱了。你让我怎么浪漫？是不是要的太多了呀？我就是觉得他跟最开始不一样了，浪不浪漫的，这事儿可以不说了是吧？对，看他无言以对。小张的男友原本答应他会陪伴出差，但最终并没有兑现这个诺言，这让小张感到十分失落和不愉快。虽然主持人努力试图为这件事给张先生解释，但并没有得到他的理解。张先生则坚持表示自己必须更加努力的工作，为的就是能够攒钱娶小张。尽管他有自己的理由，但小张心中的失落依然难以消除。接着往下说啊。上个月我出差，因为那个舞蹈演出，我要上外地出差。我出差之前，我特意问他，我说我这次出差吧，不是2天3天，我说可能得1个月，甚至1个多月。我说咋整呢？我说我自己去也不安全呢。我说我自己我也挺害怕的。我说你能不能？从事的是什么？舞蹈老师，舞蹈演出，跳舞。这个你们现在演出还有不安全的事儿啊？还有不安全啊？我们还是挺安全的，我们挺安全。他们有不安全啊？不了解。演出市场那么乱吗？哎，隔行如隔山，隔行不了解，不能瞎说。还有不安全？他胆儿小，怕黑。没你照样活这么大，我跟哎呀所以你要站在那儿被他质问呢。行，你接着说吧。然后我就特意问他，我说那个咋整啊？你能不能跟我去啊？
行，去呗，那个我陪你去，要不你一个人在那我也不放心。我说行，我说那你要跟我去的话，那就去呗，咱俩就去呗。结果没待2天半，告诉我不行，我就在这块待着，我一个人待着没啥意思。你再一个，我不能一直陪着你呀，我得干我自己的事儿去呀。这话说完了之后，你猜怎么着？第2天人自己开车走了，声儿都没跟我说一句，人家走了。我在那待了快10天了，我一看也安全了，没有什么危险了。我说那再说了，那我也得挣钱，我不挣钱怎么去生活啊？那当时是不是你答应我的？你说的行，我跟你去，你自己一人我也不放心。你如果要是没答应我的话，我是不是我也不出差了？我就消停在家这头，咱俩就各自上班呗。那是不是你答应我的？那你为什么说完你又不算数了呢？主要我不得给你挣钱，挣彩礼钱吗？张先生听到小张的抱怨后，忍不住发表了一些看法，认为小张总是过于挑剔，尤其是对身边的事物。他们一起旅行的时候，小张对民宿的环境表示不满，甚至还对刘先生精心准备的美食感到嫌弃。在这段旅程中，这对像卧龙凤雏般的情侣经历了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趣事，甚至让主持人都觉得有些无言以对。张先生在讨论时突然被打断，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尴尬。小张的种种意见让这次旅行蒙上了一层搞笑的尴尬色彩，两人之间的互动更是增添了不少戏剧性。尽管如此，这些小插曲却成为了旅途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让人印象深刻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事儿太多了，还有呢。我有一天吧，在家难受，发烧了，我就给他发信息，我说妈老难受了，我说我发烧了，我起都起不来了。他跟我说句啥？你多喝点热水，然后你吃点药，你要第2天不好，第2天一早赶紧上诊所打一针，一针马上见效。这怎么了呢？我说我难受，你为啥不过来看我呢？咱俩隔着好几百公里，然后我还上这班挣着钱，我怎么去呀？你说一个感冒而已，又不是说真的说有生命危险，说得什么大病住院了，或者那你说我不去，我是过分了。那你说一个感冒，那就是多喝水，吃感冒药，然后去，实在不好咱去打针。我要真是得大病，我还能有口气给你发信息吗？大夫也通知。不是，那你要什么呀？你直接说，我们不懂。我就觉得他给我的陪伴少了，他不关心我了呀。那我都说了，我都那么难受，勒都没勒你，人家告诉我你扎一针马上就好，第2天。那应该怎么做？标准答案就是，我觉得他得过来。小张这也太无理取闹了，感觉自己感冒，男友必须到场，不到场就是不关心自己，而男友却只告诉小张喝水吃药。显然这样的答复并不能让小张满意，主持人也非常无奈。看看小张接下来还有什么幺蛾子。不寻思把最好的给你吃吗？那笨鸡蛋，农村的笨鸡蛋嘎嘎香。是，指定是嘎嘎香。他自己在那块造溜饱，我自己在那饭桌上坐半个小时瞅他吃来着。小张被提醒了他的自恋倾向，主持人特别强调了他不应该过于以自我为中心，过度的自恋可能会影响他的婚姻运势，使他在寻找伴侣时面临困难。生活的现实是，周围的人并不会围绕他的需求而转动，为了避免耽误他人的时间，建议他考虑一下他人的感受。与此同时，听听情感专家的专业建议是个不错的选择，最终如何应对还是要看他自己的决定。对不住啊，姑娘，确实听不下去了。你这样很难嫁出去，知道吗？我是真是替你着急。你看你多少个标准，对我好，我所想的你必须办到，我没想到的你得替我想到，我想到的你办不到就是不爱我。就是今天你所说的每一句话，反映了现在好多小女生的一个心态。我们是世界的中心，恋爱之后我们是世界中心的中心。我们不会让全世界折服，但是我们会让一个男人拜倒在我们的石榴裙下，并且让他永无翻身之热。你觉得真的找到这么一个男人，你敢嫁吗？我想问一句，爱不爱的你们心里有数，你们倒听听老师们的建议，看看你们应该怎么做调整吧。感情专家徐总针对刘先生提出了一些质疑，特别是关于他为什么要考虑结婚这个问题。徐总对刘先生的动机产生了怀疑，并指出他显然不具备给予小张幸福生活的能力。在徐总看来，刘先生当前的工作状况并不稳定，
加上他的消费观显得过于奢华，令人担忧。徐总还提到，刘先生对于未来没有清晰的规划，甚至让小张承担共同开支，这种行为让人对他同小张的关系产生疑虑。他甚至指出，小张可能也是因为刘先生的这些表现，而对婚姻始终心存顾虑。尽管刘先生时时抱怨小张所要求的彩礼数额，徐总却认为，就算小张得到了彩礼，也未必能够确保他的幸福。他对小张拒绝结婚的理由表示，似乎不够有力。徐总在这方面的意见显示出他的立场与对女性的支持，认为如果刘先生不认真反省自身的问题，或许二人应考虑分道扬镳。在他的分析中，刘先生的价值被极大贬低，凸显出徐总更为偏向女方的立场。在这个看似复杂的感情纠葛中，徐总的建议和观察让人停下思索。也许在这样的关系里，关键在于双方都能明确自己的责任与未来的方向。后续还将聆听另一位情感导师，期待他带来的独特见解。谁提出的要谈婚论嫁？谁提出来的？我提出来的。什么目的？咱们跟人在一起就要给人一个承诺，给人一个责任嘛。一个家是什么？你给了什么呢？我很怀疑你和他结婚的动机，不光我怀疑，他也怀疑。因为压根儿你没有给一个女人足够的未来可以获得幸福的理由，没有。你工作不稳定，但你花钱大手大脚，没有规划。面上好像是把钱都给了女方，但给女方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女方为什么要你钱？因为她认为你不会管钱，你不会生活。但是你把钱给了女方之后还怎么样？拉着她去买单，10次9次去请客，根本不就是量入为出，没有规划。这个女孩她不敢嫁给你。女生，我就怕万一她要再使劲一把，拿到了那100万，你可怎么办啊？你没有借口了。这个男人你心里是不踏实的，你是不敢把自己交给他的。但你偏偏用一个钱作为了一个借口，但是我就怕万一他答应了怎么办？未来的生活怎么办？你拿到了那100万，你就安全了吗？能过到幸福生活吗？没有。所以你们俩可能还可以继续再谈恋爱，但是现在远远不是谈婚论嫁的时候。这个男人真正如果能醒悟的话，可以试一试；如果不能，赶紧就好聚好散吧。情感导师莎娜对小张的态度表示了担忧，指出小张的自负让她认为男友不够优秀。尽管刘先生几乎满足了小张所有的需求，但他似乎将他视为一个备用选择。面对这样的现实，小张总是有借口来逃避应尽的责任。莎娜认为这种行为暴露了小张自私的一面，而其中并不包含对刘先生的真正爱意。她明确指出，小张对男友的种种态度其实是在不断的作弄他。这样下去不仅会伤害刘先生，最终受伤的只会是小张自己。从男友的角度来看，莎娜坚信问题的根源在于小张的行为模式。这样的情感纠葛引发了观众们的热烈讨论，大家也在思考着对于这一情形的看法。无疑，这件事情值得深入探讨。主持人又会如何分析这一复杂的关系呢？